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3个月前啊，我想做一期关于拖延症的视频，然后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就连现在的第一句话，也是刷了半个小时新闻，泡了一杯茶，还续了3回水，最后又上了个厕所才开始的。虽然之前我也一本正经的给大家分享过拖延症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但到现在我依然是一个间歇性拖延症患者，有时候积极到废寝忘食，有时候拖延到天荒地老。实在没办法了，我选择缓兵之计，与拖延友好相处，其实就是放弃治疗。只要这个事儿不是紧要的火烧眉毛，重要的关乎生死，我就该玩玩，该浪浪。虽然表面妥协了，但缓兵之计不能缓太久吧，不然又变成了拖延了。套路不成反被套，所以关于拖延的研究，我还在拖延中缓慢推进。之前看过一个关于拖延症的 TED 演讲，我感觉就是在骂我，因为跟我的状态不能说毫无关系，简直一模一样。大学毕业大家都要准备论文吧，是不是提前3个月甚至更长来做一个完美的计划？大概是这个样子。第1个月可能会慢一点，万事开头难嘛，这样就很不错了。中间进入状态，任务逐渐增加，最后再全力冲刺一下完成任务，整个计划就像上楼梯一样轻松。然而第1个月过去之后，这个头还没开，于是我明智的调整了计划。第2个月又过去了，我才蓦然惊觉这个月都干了啥，于是在悔恨中再一次调整了计划。到第3个月，我又把计划调整成2周、1周，幸好在 deadline 之前交上去。你想啊，这样的论文能通过才怪。于是又有了第2轮、第3轮的改论文计划。我知道你们肯定跟我一样，除了论文，很多事情都是这么来的。如果从0到10代表拖延症的严重程度，0完全不拖延，10无药可救，你觉得自己是几分呢？请弹幕告诉我，拖延症究竟是咋想的呢？演讲者蒂姆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呈现了拖延症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大脑里住着一个理性决策者，掌控着方向盘，但是副驾驶还坐着一个及时行乐的猴子。这个猴子啊，总是在理性决策者决定去学习工作的时候，抢过方向盘说，不如刷会儿微博吧，要不开黑吧，看看无效的新闻也行啊。于是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拖延。有的理性决策者还能经常抢回方向盘，有的理性决策者已经被猴子干掉了。不过还好，大脑里还有一个惊慌怪兽，一般情况下它都在休眠，只有在截止日期到了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它才会醒过来。这个时候猴子就会被吓跑，理性决策者重获控制权。拖延症患者的行为就是由这3方互相斗争的结果决定的，就像武林高手一样，站着不动其实已经刀光剑影。所以拖延的人很多时候比不拖延的人更累，不管结果是做还是不做，内耗都非常严重。造成拖延症的原因很多，我翻了《拖延心理学》《拖拉一点也无妨》等几本书，总结出下面几点，总能找到大家的病根。退后，我要开始装逼。1. 完美主义性拖延。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们认为自身表现是能力与自我价值的直接反应，也就是说，事儿做不好就是自己能力不行，能力不行会影响自己完美主义的形象，这也导致了完美主义者的2种极端表现，一种是严格要求自己，有工匠精神，另一种是用拖延来逃避对失败的恐惧。前者是适应型完美主义者，大神级别，人家能很好的完成任务并奠定自尊的基础；后者是适应不良型，拖延只是营造做不好只说我还没做或者没发力的假象。大部分人都是这种，虽然我不太想承认啊。俺也一样，俺也一样。2. 消极抵抗性拖延。怎么又让加班？怎么这么多作业？怎么又该我刷碗了？这是害怕失去掌控权的典型表现。我们的生活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被工作、生活、学习、权威等逼着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时候，拖延就是我们赢回自主权和尊重的武器。虽然这种反抗没什么明显效果，但至少是弱势群体最后的倔强。你不让我爽，我也得恶心你一下。但要注意，这种拖延内耗比较严重，杀敌500，自损1000。消极抵抗型更像是情绪管理问题，拖延会让你情绪不好，不好的情绪又会导致更严重的拖延，恶性循环，更甚者会焦虑、抑郁、注意力分散。3. 即时满足性拖延。这是猴子已经把理性决策者打个半死的拖延类型，完全放弃抵抗，怎么嗨怎么来。打游戏肯定比看书香啊，快乐水肯定比减肥香啊，刷剧肯定比听课香啊。人们往往愿意去做那些能够立刻尝到甜头的事儿，如果这个甜头要很长时间才能反馈，那我们会觉得它不太甜。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时间贴现，就是咱们的大脑啊会降低长期适应的权重，收益、成本、风险都是如此。你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头犀牛，你不会在意，但一转眼它跑到你面前了，你肯定撒腿就跑，对吧？作为一个资深拖延症患者，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拖延症，所以如果只找到一个方法，那很可能对某些小伙伴不适用。为了兼顾所有人，我尽可能搜集更多的解决办法，然后筛选整理，保留了下面4个行之有效的心理学方法。拖拉一点也无妨的作者，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约翰佩里结合自身经历，给大家总结了一套优先级清单法。
这个方法的前提是接受拖延，因为很多拖延症并不是不干活，而是避重就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比如开头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刷新闻泡茶，如果一上午时间过去了，我后悔的要死。但约翰佩里不这么认为，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充实的一上午。这就是玄机所在，把事情往后拖是我们的天性，但也能成为我们的动力源。只要我们可以借此逃避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都可以完成。这个方法只有2步：一，把要完成的任务按照重要性列个清单；二，把看起来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排在前面，把其他值得做的事情排在后面。需要注意，排在前面的任务只是看起来紧急和重要，表面上有截止日期，其实没有；表面很重要，其实不是。比如你要学英语，这个事儿就可以排在最前面，后面的任务表面上优先级低，但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听一节课、写篇稿子，不刷手机也可以加进来。如此一来，听课、写稿子、不刷手机，就变成避免完成重要任务的手段了，拖延就变成了动力源。这样我们就成功欺骗了自己的大脑，虽然没学英语，但完成了很多其他事，而其他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而且我们完成了这些小的、优先级低的任务，成就感就会越来越强烈，也有助于战胜拖延。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做了一项研究，他要求被试者参加一个作文比赛，奖金200美元。A 组需要幻想他们得到了这200美元奖金，并幻想接下来的一周事事顺利的情景，记录下来。B 组需要想象他们没得到200美元奖金之后的情景，同样做记录。1周后，研究者对他们做心理测试，发现 A 组普遍反映自己在过去1周做事投入度不足，也就是乐观幻想的人限制了他们的实际表现。教授解释，我们在幻想成功时，大脑信以为真了，所以幻想取代了行动，对现实中需要做的事儿就松懈下来了。加布里埃尔教授以此设计了 WOOP 4步法。W wish 愿望，找张纸画个圆，写上我们需要完成的目标。O outcome 结果，在第一个圆外面再画个圆，写上完成目标之后的具体场景，越具体越好。O obstacle 障碍，在第2个圆外面再画个圆，写上达成目标我们会遇到的障碍，越详细越好。P plan 计划，在最外面再画个大圆，针对这些障碍我们需要制定哪些计划，最好一一对应。如果障碍 A 出现，就采取行动 A 加，越完善越好。你会发现啊，美好愿景外面全是阻挡我们的障碍，这叫做心理对比。它可以帮助我们做2件事儿：一是目标合理时增加紧迫感，二是目标不合理时及时抽身，调整计划，分配精力。这个咱们之前提到过，但真的很好用，特别适合长期作战，培养习惯。《微习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个拖延症患者，但他仅靠每天做1个俯卧撑，2年内成功减重30斤，靠每天写50个字，1年写的文章就成了过去的4倍。你可能会觉得这啥玩意儿，这谁都能做到啊？没错，就是靠很小的、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的微行动戒掉了拖延。以前咱们克服拖延都是逼自己，要么学，要么死，不看完书不睡觉。你想想这压力得多大？而且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反抗。万一哪天失败了，又会产生挫败感，甚至放弃。现在只要你完成1个俯卧撑，你今天的健身任务就完成了；只要你看完2页书，你今天的读书任务也达成了。看似简单，却包含了4个成功要素：一、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二、无压力无负担，轻松起步；三、一旦开始，你会继续下去，超额完成；四、超额完成又会让你成就感爆棚，强化行动力。我对这种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内藏玄机的东西毫无抵抗力，真的非常推荐。我自己就是靠这个，每天坚持记5个单词，1天不落。书的副标题：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实至名归。积极心理学家迈克尔斯戴格提出，意义包含理解和目的。理解是我们主动发现联系、构建联系的过程，目的则是给我们的行动提供动力。很多时候我们拖延可能是因为做的事儿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意义感，甚至没有意义。但当我们需要做的事儿跟我们的目的产生联系时，意义就出现了。这个目的包括我们的目标、重要的人等等。那咱们就做个建立联系的小练习，让我们把要做的事儿和目的联系起来。找一张白纸，分成4列。第一列，列出对你来说重要的人、你的兴趣、目标，比如你要买个车。第2列，列出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比如学英语、看书、挣 W。第3列，从第1列选出1个或者几个，跟第2列的某一个连接起来，然后写出它们的关系，比如你挣 W 就是为了买车。第4列，写一个具体的情景或者例子，如何把这些引用到现在做的事情上。你多挣1个 W 是不是就能多个天窗？多挣5个 W 是不是就能升到顶配？这样车就跟你挣 W 紧密联系上了，你挣 W 的意义也就非常明显了，瞬间感觉自己能量满满了吧？4个方法都给大家分享完了，你觉得第几个方法最有用呢？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就开始实践吧。最后还想说一点拖延症是对明天的透支。我们总认为明天做也没关系，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与其用心理安慰来骗自己，不如现在就干，你说对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
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